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蓝狐猛恋爱女子宿舍的这个主题叫什么？我们拍的第1集还没想，第2集也还没想。好，反正就是下节目之后他们的近况追踪啦。那今天是邀请到了，来，你们是？我是如烟，嗨，我是 Soraya。你的表情感觉有点害怕刚刚在开场的时候。还好吧？我说我百无禁忌耶。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来吧，好 ，Soraya， 好，而且是很严肃的事情。好，说你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事？什么啦？你要猜一下。我不知道。好了，就是嗯，很感谢你每次都来我们哦，全勤奖。我想说那天怎么没有？为什么是鼎泰丰的袋子？来，你看一下，袋子总要高级一点呐。你为什么在感觉应该还蛮酷的。不是，这个小是技巧，纪念小鸡条小鸡的。条应该很放心吧？好像圣诞节拆礼物的小孩哦。对啊，小鸡小鸡。这也太多炫了吧？不是啊，谢谢你们。打开来看一下，打开来看一下。炫也是个礼物惊喜。 OK。有啊，这两个有像我没有，啦这是两个那个。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会送这个。我帮你拿出来。因为我的形象吗？因为你就是很神秘嘛。等一下，它真的有点黏。非常不是，神为什么你秘，的眼神看起来涩涩的？是因为他脚打开吗？不是，我就觉得就是这样还不错啦，就是但是我就觉得很好笑，很不好，错。那个里面还有别的礼物吗？没有，有吗？真的有真的有哦。有啦，有啦有啦，快点快点！谢谢啊，谢谢啊。快点来先开，来直接丢。哇！公布一下吧，我要看。我的天！Oh my god！ 原来全勤奖好啦，反正就是很感谢你每次都来了，哇来录我们节目，太开心了吧！还有那个生日礼金啊，圣诞礼物，对，好好笑啊！很适合你耶，这头发跟你一样亮很多。谢谢谢谢。我们来开始进入正题了。哼，因为最后一集播出了嘛，其实虽然没有配对成功，但是观众其实对你们还是有无限的遐想，到底你们后续的互动是怎么样？两个人到底有没有成，有没有机会？但我相信，因为我们其实有看过你们下了节目后，你们还是有互相见面很多次嘛，无论是两个人或者是一群，所以我相信你们对彼此应该都会有一些了解。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不会是什么默契游戏？没错，考验你们两个人彼此了解的默契，所以给你们一个白板，然后我们会出一些题目，然后呢，你们就针对题目来设想一下对方对对方的了解。如烟最受不了Soraya的一个坏习惯是什么？你们下了节目后的第一次激情的亲吻的地点在哪里？好难想象哦。等一下，等一下。那虽然说我们今天主要访问的是节目之后的近况，可是因为在节目中有些片段也会让我们感到好奇，就是关于你们两个的感情线嘛，因为你们两个是在后续有很多的互动。我先问一下 Soraya 好了，所以你是真的在最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如烟可能是你相对会有好感的人吗？全部的人当中，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是不是？我有的时候不太能去分辨说好感跟那个好感来源是什么？是因为这个人跟我很像，还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他？就是不是会有那个什么生理性喜欢、心理性喜欢嘛？心理性喜欢应该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生理性喜欢是直接对应上的，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说自己是哪一块，因为我很多时候状态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会直接就是比起其他人，就是更能看到他吧，看到他这个人，其他的人的轮廓比较不明显，是要透过沟通啊相处才会知道哦，这个人大概是怎么样子。但是他的话就蛮明显，我大概就一眼就知道大概是哪一类的人。所以在你眼中，那个时候你觉得他是哪一类的人？他会看起来
很表现女强人或者是很独立自主的，但其实她内心很柔软，然后又很脆弱。可是大部分人会只记得她坚强的那一面，那脆弱的那一面都会忽略掉，她都只能安置在旁边哭泣呀。然后没有我很少哭。我说差不多那种感觉啦。好，或者是安置去把那个负能量收起来啊，不太能够给人看到啦。像如人这边的最一开始的那个情感路线，就是跟 Flora 完全不一样。应该说你们最一开始都没有交集，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哦，对啊，你最一开始是先对弟弟还是佩佩有好感的？两个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说，弟弟感觉比较适合长久，然后佩佩的话感觉比较像是短期的这样，对，所以是不同的感觉。那因为你前期比较多就是跟佩佩或弟弟互动嘛，或者说更多的受他们吸引，在你这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 Soraya 的呢？然后什么时候开始会比较在意他的？注意到他的话，应该算是真心话大冒险那时候壁咚亲的那一瞬间吧，因为那个就是不知道，就光壁咚那个感觉。那你没有很后面呢？其实算蛮前面，第3天。可是那时候是大概有就是有点被触动到这样，有对，然后但就是还没有想到说后面，因为那时候他其实你那时候其实好像就有在比较靠近谁吧，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观察，所以我就没有，然后到很后面吧，可能是在最后一间住的那边的时候，就是才觉得有一点那个，对，因为这边就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因为在前几天的访问，可能问到说你有好感的，或是你可能会在意的，更多的是提到佩佩或弟弟。然后Soraya那个时候可能还比较没有出现在你讲的话中，甚至到了真心话的时候，好像问你好感前2名，你也是讲弟弟跟佩佩，所以是真的到那个后面之后才开始比较多的注意吗？其实真心话那时候就有注意到Soraya了啦，但是就是我那时候还沉浸在沮丧中，没有多的心思去想新的关系。对，但后面我们有在就是算是厨房那边聊过之后，就比较有就是感觉真的蛮，因为其实厨房那一段也拍不到啊，其实也对，他就是没有镜头，然后你们在那个地方也聊了很多嘛，所以你们回想一下你们当时是聊了什么？因为好像因为那一次的聊天，你们双方好像有点解开什么误会也好，或者是有更了解彼此。是你，我跟你说，你不要自责，你会带给我什么？对，那我累是因为我真的很想睡觉，然后我想起来了，又在乱吃东西。我想起来了，好像你前面第1天还第2天就有说你是吸收能量，然后或者是散发能量的人，所以你会就是可能到晚上或者到什么时候你就会比较疲惫，或者是磁场不好的话，你会觉得比较不舒服，比较累这样。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有开始刻意疏远你，就是觉得我好像那时候在厨房就跟你讲说，我刻意疏远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办法，我知道我自己的负能量太多，然后我怕你靠近我就会承载到这些东西，磁场的问题。虽然说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是有心动那一个瞬间，但是我就没有想说还是为了你好啦，还是不要这样子好了，这样。对，然后我们在厨房的时候就把这个讲开。因为在某一集Soraya其实有提到说，如人有讲了说什么做朋友就好了，这个让你当时情绪上有受到影响吗？所以你刚刚讲的说情绪的不好跟这个有关系吗？还是这是不同的时间点？可能就是因为本身状态已经不好了，那又因为这事情就会变成一个引爆点，对啊，就是一个突破口，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宣泄出去。你自己当时的角度，你觉得如烟对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觉得你们是真的有发展的可能性的吗？在什么时候大概就是说我们玩真心话，然后你不想要讲出隐藏人物如烟那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状态还没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微微的而已，所以就是才选择说，那我不要讲，不要给他压力会比较好，我自己默默承受这些。在讨论那个短剧的时候，然后你们讨论完就开始有一些亲密的互动嘛，就你可能就是有去抱他或者怎么样的。
呀。其实我当时有点看不懂如渊当下的情绪，你当时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因为那时候看你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是一个因为我那时候很平淡的脸，你甚至还说什么？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好吃，好吃，好好吃哦！你开心就好，很开心啊。但你有想过我吗？好，你不喜欢。你不喜欢。没有啊，没有，不是很，我那天的，我就一直在沉浸在我的人设里，T 的部分，所以太沉浸了吧？对，不好意思，是这因为我样子那天帽吗子也戴着，眼镜也戴着啊，那我就一直沉浸在这个角色里面，所以我就是比较没有表情，然后。你说你没表情是因为你在，所以你那时候就在演练拽这件事情咯。对啊，因为我很容易笑啊，我需要时间那个啊。真的，那个时候的其实情境已经是你们好像已经讨论完，你们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对，就那个我就还在那个，我还在那个戴着帽子的。这么敬业，你接受这个答案吗？然后大傻眼我还没讲。你说。对，然后想过我的感受吗？那时候我是半开玩笑的讲。我没有感受不到你的开玩笑。真的吗？我也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有点完全，热。你那个表情是蛮严肃的。那因为我不笑，就看起来蛮那个的。没关系啦，没关系，过去了。我觉得我理也理不清，真的，我就只是想说，我把那个就是的样子演好。因为像我们讲到刚刚那个肢体互动的部分，像网友在节目开播前也有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来宾有讲到说，其实你可能私底下好像也不太会这样子，然后在前2天 reaction 的时候，其实你有部分提到，就是说你也不确定当时的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哪一个才是真的你，就是我也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所以你到底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你日常的约会当中，你会用节目的方式去跟他互动吗？我觉得因为一开始设定就不一样的点，就是因为我就是密集训练在那个9天里，每天 dating 什么的。因为如果在那个线下约会，我自己会拉，就可能1-2个礼拜见一次，然后其他时间就是聊天，不会那么常约会，也是有一般就是交朋友心态去认识别人。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跟节目上的样子跟那个私底下的样子不一样，就觉得比较有疏离感，他们有点失望。然后我就说，反正那个设定你说的是节目中的我啊。所以意思他们期待你会有跟节目中一样的互动，对他。有部分是这样的期待啊。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在录之前，就是都会跟你们说，你就拿出你们平常的样子就好了，不用刻意的去展现某一方面。所以为什么你会有一个这样的设定？我觉得我有一个点是因为我很容易太认真，就是我就觉得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像吃饭我认真吃饭，睡觉认真睡觉，录节目认真录，谈恋爱认真谈恋爱，每一个时期就是高能量谈恋爱。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既然约会了，那我就直接把对方当成我的对象，就直接进入那个关系的状态。因为我在关系里就是会撒娇啊，然后抱来抱去什么的。就是你没有对我撒娇啊？你没有对我撒娇啊？这好像没有。我有点小两口没关系。好，有啊。好，没关系。你们可以大声一点，我们听得到。不用。不要。好，你说。就那时候就是想着说，我要好好谈恋爱。然后就直接变成了我发情的状态了。你会有点后悔那样子互动吗？不会，就是像可能有些网友就会对你有这个印象，不会想说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你可能会改变你的互动。不会，因为我觉得整个拿掉，如果真的就是跟大家一样，平常私底下那个样子的话，那个我会没那么精彩，色彩都没那么不一样。太平淡了，我反而会觉得说这节目不好看。不是啦，就营业模式、上班模式的概念。因为我也会这样。对啊，就是有些东西太细腻了，反而会有一些人没有那个耐心去看这个东西。我就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女童的各个面貌嘛。我的部分就是我自己去担其他人不敢展现的部分，明明就是私底下的时候，这个唱歌曲或者是喝酒曲一定会有那个片段。像我之前去那种女童办的那个复古派对，很多人后面喝到后面
就是到处拉鸡啊，摸来摸去啊，我就觉得哇，好好看哦。对啊，当然我自己也有调整，就是在尺度上而已。而且我觉得有些片段我用的词汇都还好，只是我的表情跟我的语调来说，会让人比较有遐想。我就觉得明明就还好，就是换个人讲，如果换萌萌讲就不会啊。对呀，萌萌讲就是感觉挺正经的。对啊，有道理。那你觉得有没有任何什么网友的留言，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真的好像需要，你觉得自己需要调整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说性骚扰这件事嘛，然后又说会不会是对方其实是为了我着想，而不去真的拒绝我这个人，做面子的这部分，我就有点在思考，因为我不希望我不希望这件事带给别人不好的感受，就只有这个角度我会去反思。那其他的话都还好，说什么丢了女童的脸啊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我很有市场哎、有多少人想跟我约会啊？拜托。你是想说，在不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你自己的部分你是没有什么后悔的，可是你不希望去影响到别人，这样子让他觉得不舒服。对啊，就不想要有人因为这一场，然后对我有不好的感受。好，那再来就是最终选择就是刚播完嘛，那就是很戏剧化的，如烟就走开了，这样子。好，我们现在问一下如烟，这个决定是当下就做好的，应该说早就想好了吗？还是你当下其实有在纠结呢？其实我好像在厨房的时候也有跟他说过。有啊，对，我有跟他说过，我觉得我现在的样子没有办法。厨房发生很多事，当然啦，你们都躲在厨房聊。对啊，你们都不放在那边啊。其实有深聊的时候就有跟他讲过，然后在厨房的时候也有特别有说过，我可能不会再，但不代表说之后没有可能这样。所以，但是就是听到他当下讲完那些话的时候，我就其实有一点点犹豫，然后有点不舍。但是又不得不，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就是还没有办法这样做，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伤害到他。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厨房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表明说我不会选你了吗？还是用比较暗示的方式？比较婉转一点吧，就是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就是马上就开始谈恋爱啊，这样。你当时有感觉到他这个暗示吗？我知道啊，我知道，都知道。你都知道，可是那你为什么最后还是会想要选择他？就像我在里面有那个正片里面有讲的如果我不选了，我觉得我会后悔。那倒不如就为什么会后悔？就很像我今天明明我就知道我很喜欢吃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商品，那当然那个限量的抢那个商品限量的，你就是要先去抢嘛有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听天由命，你不能够去决定权不在我与我，但至少我很确定我要这个东西，才会有后续的可能。如果说今天我就是我不会得到这个东西，我一定抢不到啦，我就不去抢了，或者不去争取这一件事情的话，那不就是会后悔吗？对啊，我觉得这是像这个道理。如烟对你来说是好到你不选会后悔吗？就是他在你心中的这个好感程度。当时是这样子是吗？前2天录完 reaction 嘛，最后一集，最后一个问题问你们是说给下一季来宾的话，就是当时我听到你的答案会有点讶异，因为你那个时候就是给大家的建议是说，希望不要为了选而选，不要将就，不要因为只有几个人，所以就将就你的选择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会有点疑问是说，所以如烟是你将就的选择嘛？可是你看起来又很喜欢，就是又选得很坚定。你当下给建议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我会讲那个是因为我有看有人说，他们觉得恋爱实际上很可怕，是大家都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而只是因为这个跟如烟没关系。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对方讲的话是对的就因为在里面我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我当初进来的那个目的性设定就是我就是要谈恋爱，可是没有想到说
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说里面有谁。了解，就是你从一个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这整个事情，而不是说以你过去的经验来给他们建议这样子。不是，就像那个做自己那部分也是啊，就是后来我想到说，我一直叫大家做自己，那我有吗？这种反思感呢？了解了解。那这样的一个拒绝啊，虽然你事先是已经有想到预期到，但这样的一个拒绝，对于你下节目后，你对如烟的互动，对你的心态有改变吗？或者是还是会保持着一样，我就是想要再多跟他相处，然后多陪伴他。那时候是觉得还有可能，但因为我下节目后的状态就是比较偏向，像有人想要跟我约会什么的，我都是对方开口我才说哦好啊去啊，我不会主动去揪别人主动去问对方约会，聊天也是其实我都是被动聊，就想说那等他可能状态好一点，想找我的时候再找我。我不太喜欢主动去找别人，所以这部分就跟那个节目上的样子不一样了。就是我其实在私下蛮被动的。所以即使你觉得是心动的，你也不一定会主动。不一定但如果说是肢体主动的话，我就比较可以。但是这种比较看不到的，我就不太会主动。就见了面之后，你可能还是会保有你的主动性，但私下之后，就是讯息上，你不会说想一直找他聊天啊，或者是想问他在干嘛等等。不会，我不太会问对方在干嘛什么的。反正都是别人问我说你在干嘛，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一定要跟你说我在干嘛？就是还有部分反骨的成分在。我问一下如烟好了，因为你在上节目之前，其实你可能就是过去你有跟女生交往过嘛，那在这一次经历了9天之后，你对于喜欢女生这件事情，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或想法吗？真的是女生比较香就是就是女生香香的，男生就而且很多就是很多很细节的点，女生都会比较清楚，因为当然是同性跟理解同性，所以会觉得说好像真的交一个女朋友会好一点这样，对。但我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把我自己调试好。你是在上节目之后的哪一天发现自己还没准备好的呢？就是看大家都是蛮胸有成竹的，就是主动的人都很胸有成竹的去接近对方啊，然后聊天啊，看大家一群一群的聊天，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有点格格不入吧，不入，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就像然后年轻人有年轻人什么东西？青春组的有他们自己的就是话题，我有点对不上，进不去。然后我们的社会组的话其实是可以，但是我又比较懒得去社交这件事情，所以就觉得我就觉得我觉得我自己蛮孤僻的这样。我们这边刚刚都在聊节目中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要聊节目的后续了。好，本来想问你们有没有在一起啊，因为这是所有观众最好奇的事情 ，Q&A 大家都会问这一题，但我先不要这样问好了，我先问一下。如烟，你现在是单身吗？算一半单身，交往但保留其他的可能性。不是有那个吗？不然写1年以上恋人未满啊。好，那索亚，你现在是单身吗？我不是单身。哇，这个是可以播的吧？跟你我都讲了，不是，你讲了，我们可以再决定要不要剪进去。我都讲了，不是，因为我也要确定你有没有准备好这件事情啊。好啦，就是有交往了啦，然后好，等，我们等一下再。好，所以刚刚问你是不是单身，你答案没有确定。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好，那我换一个，我不要问的太直接。那对方是
男生还是女生？女生。是粉丝吗？粉丝或来宾。粉丝或来宾？哈？好，但重点就是听起来你们没有在一起吗？怎么了？没有啊。你可以说。什么意思？我说你可以说。哪在问你啊？你讲不出来。没有，讲不出来啊。你不是问我们2个吗？没有，是有问我。对啊。哦。那你再问一次。所以你们现在是后续观众最好奇的有没有在一起？是没有吗？目前没有。所以对你来说也是这样子，答案是一样的。对啊。下节目之后啊，你们记得是谁先联络对方的吗？应该一直都是我吧。都是你哦。因为他比较被动啊。真的哦。所以你私底下真的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跟你也不熟。真的不一样。真的。那你那时候会不会想说，为什么他都没有主动来找我？既然他也选择了我。我疑惑一直到现在，我现在知道了。哦，到现在哦。不然这样问好，就是下节目的时候，因为毕竟你们是没有配对成功嘛，可是你们在厨房的时候也有整理过你们的关系。那下节目之后，你有没有一个预想或期待，说你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互动或发展？有。本来就是有想过这些东西的。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会觉得就是可以慢慢来，然后可能不急着说一定要确定关系，可能就是先慢慢相处。Soraya 的部分呢？你下节目之后，你是怎么想的？就跟平常一样，就等对方看有没有要跟我联系，因为我其实真的不知道他对我到底有没有那个想法在，然后又觉得说哦，我回归现实了，我就先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反正我因为本来就会入 relation 嘛，我想说之后还是会见面有互动，那要干嘛之后再说，因为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口，或者是不管 dating 也好，聊天也好，我也不知道要怎么主动去提起，所以我就是随缘。就像我那样，你要不要去哪里？然后你约我都会接受啊，你只要开口，我就会说好。不是啊。好，那我也会累啊。那我的疑问，对啊，像如渊会主动约你的情况下，你也知道他没有排斥你嘛，会主动想找你，那你不会觉得说你找他也是一件很互相的事情吗？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想法吗？还是你其实有其他的顾虑呢？我的顾虑是因为我发现有些东西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其实不太能接受嘛，或者是我在去理解他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我没有办法违背自己的想法也好，就是我装不出来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就是会直接反映出来，就是在理解他整个人或是行为想法，再去调试自己。那你交了怎么没讲？怎么？那你交了怎么没讲？什么东西？交了怎么没讲？这个是很最近的事情吗？很最近的事情。多最近？昨天吗？大概1个礼拜吧。那明明昨天就可以跟我讲。昨天有他们2个在，我要怎么讲？理解。啊，所以是看节目的知道你的吗？对啊，对，不是交友软体。不是。但一开始没有抱持着想要跟我怎么样互动的啦。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想法蛮特别的人。我也是水瓶座吧？不是不是，我应该没办法跟水瓶交往。反正就是像，因为我都知道大概大家的样子会是怎么样子嘛，所以像聊天互动什么，他的回答都是我意料之外的回答。所以是新鲜感吗？
我不知道，有可能。我也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很难说。对啊，我也是有跟对方说，干脆我来问好了。可以啊，开玩笑，我开玩笑。我发现你已经开始问，没有，开玩笑。发现你的表情也变了。没有，哪有？这个问的过程，我发现卢燕好像是刚刚才知道这件事情。对啊。你听到你的想法是什么？啊，真假的哦，所以后面才没有联系。你是觉得说原来是这样，就像你刚讲，原来是这样才没有联系的，然后可能会有点小失落，还是也有一些部分说啊怎么没跟我讲，有点不爽。哦，所以才就是没有什么联系，或是互动的时候感觉比较不一样吧。所以你自己也有感觉到你们最近的互动有减少。Soraya， 所以你当下有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讲吗？几乎没有。所以我是第一个知道的吗？不是，我有跟我高中同学讲。那你有担心他知道可能会不开心？不会，我可以接受吗？主要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不确定是不是稳定的啦，因为毕竟就是也有可能几个月什么的，所以我不确定。几个月也是在一起啊？哦，好啦，对，也会故意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这件事情。刚刚从原的反应看起来，对于他现在有对象，感觉有点小失落。可是因为你刚刚又说你是不是单身，你说一半，所以代表说你也是有对象的，是吗？我觉得有点谈不上是完全是对象。还是那个人就是 Soraya？ 没有啊。没有。对，好复杂哦，这个这个没有老人杀了个这个没有啊。你刚刚原本心里想的那个人不是 Soraya 吗？我觉得有索拉亚还有别人这样。不然你想问我什么，你可以直接问啊。你有想要问吗？对啊，你现在有什么？所以你现在是真的有在交往哦？那这样子是不能找你出去？可以啊。不行啊，我没办法，我会有点尴尬哎。我们只是吃饭，我会说那你找你女朋友一起来，这样，不然我会觉得很怪。可是我们因为我要约你的话，你现在是有人的，那我就只能约你们两个这样。没有，你要看你的想法，因为你不是就是对我就是朋友，或有达以上恋未满也是朋友。那我们既然原本的这个状态都会去唱歌吃饭了，那为什么会因为我有交往对象了，你就去？我得收一点啊。避嫌的意思吗？嗯，对，我得避嫌啊。我们只要不要亲吻以上都还好。对方是会在意如烟的吗？会不会？他有知道我吗？对啊，应该一定知道。你一定会知道。应该是知道你们的相处模式吗？他知道线下后就是我们还有联络这样吗？知道啊，我们昨天还开直播，很难不知道吧？他不会怎么样，只要不要。你昨天应该要跟我讲的。没有亲脸颊还好。哦，你们昨天有亲脸颊是不是？那我好奇，就是如果假设如烟你见到他的对象，你觉得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就好朋友一起来喝酒吧。这个语气吗？语气下的心情。不要起来喝酒吧。我不会带他，因为我要保护他。你说保护他是怕他？就是我觉得我是会打他，是不是？不是，一直以来我的对象我就是不会公开。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情？不然我每一任都会被骂。你说对象被骂还是？就是我每一任我交往的每一任，可能我看人眼光不太好，就是每一任都会被我朋友都不欣赏。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一次换一下你的那个方式呢？就是比如说这次换是就是比较公开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只是真的稳定了，我会公开我自己有设3年以上，可是有3年哦。他你们聊过这件事情？我3年以后才能知道。我有问过他说公不公开这件事，他说就是我想低调就以我为主，没有关系。他本身也没有出柜，所以对，所以没关系。那你怎么说他喜欢女生？他那么主动，真的是追了我。同性还是双性？哦，双啊。我反而觉得双好像比较适合我。
有男朋友吗？哈，什么意思？双性了，问一下。什么？为什么会有男朋友的部分？之前交过，他之前交过其他女生吗？没有，是他第一个。对 ，OK， 好，我问完了。听完了。你刚刚先调查一下对方的背景，这样子。没有，没有，他要保护他，所以见不到。节目已结束之后了嘛，已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你们知道今天要干嘛吗？不就聊聊天吗？对，不止聊聊天哦，要把你们的心跟肺都掏出来问。我先走，都给你吧。对，那弟弟当时呢，因为你那时候下节目，其实可能心里某部分还有在想着小哈嘛。对，但同时之间，同期也可能也主动的跟你我要先出去一下吗？不用。如果你还看不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1个月只要100块钱。你们最喜欢对方的特点是什么？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就静静的在画画的那时候。我觉得我要哭了，天啊！怎么了？哭的人是你吗？我觉得我曾经蛮喜欢你的啦。没事。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在节目里面我就已经蛮明确的，就是我就是羊驼，我也是蛮被动的人的，所以我后面就是开始想说，那为什么就是都是我在主动这样，我就会开始觉得说，是不是有什么出了什么差错，才会变成说，所以你都还好这样，我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是不是很忙？对。你可以看到幕后花絮、完整版的约会内容，甚至是成员们观看节目播出的第一反应。但是呢，你要注意，假如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请不要直接从 YouTube 的 App 购买会员，这样会被多收50块的苹果税。所以建议可以从其他的网页浏览器或是电脑直接购买。